大家好，我是邱平，我现在来到了山东菏泽的农村。今天来的这个地方挺有意思的，跟一位皇帝有关。我们说的皇帝一定会想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中间呢应该还要加一位皇帝，汉高祖刘邦。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就跟他有关。这里呢是汉王朝的发源地、开始地，就是在2000多年前，汉高祖刘邦在这个地方称帝，开创了大汉王朝的江山。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地方现在到底还剩下什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小土堆，就是当年刘邦在这里登基称帝的地方，从而呢叫做关谷堆，也叫做送命坛，送命于天嘛。那么刘邦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小土堆称帝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周边呢都是平原，附近呢就这一个小土堆，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封土吧。那其实不要小看现在，在当时来讲，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文化深厚的地方。一个开国皇帝他选择登基的地方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在皇宫登基，你像唐王朝的太极宫，后面朱元璋称帝呢是在紫金山。那么这个地方在当时是一个文化圣地，可以说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地方。上个世纪在考古的时候发现了这里呢出现了商周时期的一些东西，甚至呢还有更早。在后面经过多重专家的确定，这里呢在新石时期时代就已经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能够发现一些物品。那么在商周时期就更重要了，更发达、更繁荣了。那么才有可能刘邦呢选择在这个地方登基称帝。可以说当时附近呢是有很多建筑的。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刘邦登基称帝的故事。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关谷堆遗址，汉高祖刘邦登基处，中华汉文化发源地。也就是说，汉王朝呢是从这里正式开始。在公元前203年12月份，刘邦呢击败了项羽。那么在这个时候，所有人都知道刘邦登基称帝是时间问题，因为已经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了。到了公元前202年正月，当时的异姓王彭越、楚王韩信等7王联名请求汉王刘邦登基称帝。于是呢，在公元前202年2月28，刘邦呢就在这个地方登皇帝位，定国号为汉，成为汉朝第1代国君。就是在这个上面，我们走上去看一看，重温一下刘邦当时称帝的场景。说不定我们等一下上去站的地方，很有可能就是刘邦当时祭天称帝的地方。我估计啊，当时这个封土肯定是比现在高的。现在已经来到封土上面了，也是比较平坦的。在当时来讲，封土都是下宽上窄，并且呢上面是平坦的。陵墓的封土也是如此啊。这个封土现在留下来，宽度最宽的地方大概30来米，高度呢是3米多到6米不等，因为经过了2000多年，肯定会有所变化。那么现在我们站在这个上面呢，肯定就是刘邦祭天的地方。他穿着那个龙袍在这里祭天，向当时的上天告诉我刘邦称帝了，建立了大汉王朝了。在这里的说一句题外话，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会说到大汉江山、大唐江山、大明江山、大清江山。那实际来讲，他们的国号并不是一直都是2个字的，而是从元朝开始，他们变成大元、大明、大清，这是他们的国号2个字。而在之前的唐、汉、秦，包括宋，他们的国号都是单个字，并不是说什么大唐、大汉这些。当时为什么是异姓王向刘邦上书要求他称帝呢？因为
这样来讲吧，刘邦在攻打项羽的过程中，分封了几个异姓王，像韩信、彭越这些人呢，可以说是击败项羽的重要人物。那么他们就想着，我要保存我的胜利果实嘛。你刘邦称帝了之后，我们可能呢，这个地位才能够一直保存下去。他们可能是这样想的，因为刘邦如果没有称帝，他也只是汉王，而刘邦称帝了，是一个国家的开国君主，建立了一个王朝，那么这7个人的地位可能就一直固定下来了。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啊，刘邦登基称帝后没多久，他就感受到异姓王的威胁。因为异姓王啊，是可以说是跟随刘邦打天下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有兵有地，算是一个独立王国。那刘邦就想到他的太子刘盈啊，是一个软弱的人。如果刘邦他去世之后，他这个儿子能不能守住这个江山？这个就跟明朝开国朱元璋一样的，从朱标去世之后，他立朱允炆为太孙，以便继承他的位置。他就考虑他的帝国传承性，朱允炆压制不住那些勋贵，于是呢，朱元璋就举起屠刀，把那些勋贵铲除了。而刘邦呢，他就开始率兵出征，要平定这个异姓王，使他刘家的天下一直传承下去。最后呢，他拖着高龄啊，大概是差不多60岁的高龄去平定天下。一开始呢，他是想让太子刘盈带兵，结果呢，吕后反对，说这个年轻啊，又没有经过什么战场，反对他去。那刘邦呢，只有自己去了。后面这些异姓王就被他平定了，并且呢，他说了一下天下名言：非刘姓者称王，天下共击之。就是从那之后，刘家的人才能封王，其他的人不能封王。当然有个例外啊，吕后封王呢，大臣也有反对，但是很多大臣也没有反对，因为吕后啊是袁氏苦，这个天下呢也有他的一份。吕后活着的时候封王没问题，但是他一去世之后，吕家的人就被诛杀了。从那之后，除了想篡夺、想要刘家的江山，没有人能够称王。2个例外，一个呢是王莽，他篡夺了天下，后面曹操封王，那么大家都知道汉王朝就完蛋了。其他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称王，这样的话汉朝呢就延续下来了。西汉大概是210年吧，东汉大概是190来年，具体我忘记了。反正刘邦呢，开创了大汉王朝差不多400年的江山。后面还有很多人打着恢复汉王朝的江山，所以在视频里面、小视频里面经常会看到一个玩笑话说，就是有些人弄的那个段子啊，秦始皇和刘邦站在一起，到了有一个人就是叫刘英，他向刘邦说：“祖宗，对不起，汉王朝的江山亡了，在我手上亡了。”那刘邦说：“你没事，这个江山亡是正常的，传了多少代呀？12代啊，那没事，这个传承了200来年，没事。你像隔壁的那个秦始皇，他传了2代就亡了。”那气得嬴政呢，秦始皇就打胡亥。而过了一下呢，又出现一个人，汉献帝刘协，跑到刘邦面前：“对不起，祖宗，汉王朝又亡了。”那刘邦听到怎么又呢？刘协就说：“在之前呢，光武帝恢复了我汉朝的江山，我们大汉王朝、大汉江山又传承了差不多690年。”那刘邦说高兴的：“哎呀，不得了，不得了！我们能够传承400年，我满足了。你像隔壁只传了2代，那气得秦始皇又打了胡亥一顿。”这是玩笑话，就证明啊，刘邦建立了这个天下，他的传承人太多了。
刘邦登基称帝之后，他并没有把都城立即放在这里，以及呢立即放在长安，而是选择了洛阳。理由可能是洛阳曾是东周的旧都，选择洛阳作为都城，可以彰显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继承性。他希望能够像周朝一样，使得自己的王朝长久，成就一番霸业。另外一点呢，洛阳的位置比较优越，处于天下之中，四面环山，交通便利，易远，有利于稳定统治。那后面他听从了一个人的建议，认为洛阳可能还是不符合，于是呢，在公元前202年6月份，刘邦呢正式定都长安。在定都长安之前呢，他还迁过都，就是迁到了关中，等于就是汉王朝这个开国的时候，都城呢是3个地方。定都长安有这么几个考量：第一呢，是长安呢位于关中平原，四面环山，地势险要，有利于防御。只要把函谷关一关，东方的基本上攻打不了关中。像秦朝的时候，东方6国一直是被挡在函谷关之外的。第二呢，是关中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像秦帝国在关中经营了几百年，该弄的东西、该开发的都弄好了，汉王朝呢就可以在这里休养生息，开发建设。从而呢，刘邦经过政治、经济、军事各个原因考虑呢，最终呢把都城建立在长安，造就了大汉王朝几百年的天下。在这里我们说句题外话，刘邦当时在这个地方登基称帝是站在这个高台上面，那么刘邦当时拜韩信为大将军的时候，他也是要站在一个高台上面的。在汉王朝，皇帝把那个军权交给一个将军，要他去统兵的话，并不是简简单单就下个命令，而是要拜将军的。我们经常说的拜将台就是如此。还有一种意思就是说，这个君主他把自己所有的事情拜托给了这位将军。估计也没有多少人会想到，这里就是刘邦当年登基称帝的地方。刘邦在这里登基称帝，那么在这个下边应该是站了很多人，我们比较熟悉的韩信、萧何、张良，包括吕雉周勃、陈平，肯定都是站在这附近的，因为要跪拜天子嘛。登基称帝是一个比较重大的场合。2000多年前，刘邦在这里称帝，建立了汉王朝。那么刘邦在中国历史上，他不仅仅是大汉王朝的开创人，他在中国历史发展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封建王朝，但是呢，仅仅2世就亡了。后面出现了刘邦、项羽这些人物。如果当时刘邦没有击败项羽，那么很有可能就会重新恢复到春秋战国那个诸侯国的时代。因为刘邦他是有统一天下、把天下捏在一起的决心，而项羽没有，他还是采取那种大规模的分封制，就跟周王朝一样的，把他手下的人呢分封到全国各地。那么隔不了多久呢，又会出现诸侯割据争霸的时代，而刘邦没有。刘邦呢，他可以说是继承了秦始皇的那种一致一样，他把天下重新捏合在一起了。也就是说，刘邦呢使天下一统的这种决心，可以说是彻底的深入人心，彻底的贯彻下去。从他开始呢，历朝历代只要有作为的人，想争夺天下的人，他都会想着去把天下统一，天下一统，这是一点。还有呢，刘邦呢，他建立汉王朝，吸取了很多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很多人可能都会说秦王朝灭亡是由于赵高以及胡亥乱搞。那其实深层次来讲的话，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本质原因还是秦始皇
和他当时统一天下过程中大臣决定的事情导致的。赵高和胡亥只是其中的推动作用。那么我们就先来说一下秦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或者是本质。秦王朝灭亡的第一个原因可以这样说，是他们统一天下太快了，短短的10年时间就统一了天下。那么秦始皇也好，包括他手下的大臣李斯这些人也好，根本就没有做好治理一个庞大帝国的心理准备。当时呢，他们治理秦国是用法家思想，那么算是一个诸侯国吧，一个列强还能弄得过来。而统一天下之后，国土面积大得多得多，他们还是用治理秦国的方式来治理整个天下，这个就有点行不通。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嘛，与时俱进，计划改变了或者事情改变了，我们处理方式也要改变。那么当时秦朝、秦帝国他们没有。秦国自从商鞅变法到秦王朝灭亡几百年的时间，一直采用的是法家思想治理国家。那么当时秦国的人呢，都适应了。而东方六国当时呢，一直是其他的思想和秦国呢可以说是格格不入。当时东方六国说到秦国都是虎狼之师，就对他有点害怕。你把他们的治理国家的思想方式全部拿到东方六国，那肯定受影响呢是比较大的，很多人不适应啊，这就导致下面呢老百姓呢就有逆反心理，包括当时东方六国那些很多官员呢也有逆反心理。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他没有那么多储备人才。统一东方六国之后，很多呢都是原来的那些人呢来管理，那这样的话就有点不太好。还有一点呢，统一天下之后，正常来讲是要休养生息的，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秦王朝没有，他们又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营建工程。你像修筑长城、修筑直道，以及修建陵墓、修建阿房宫等等。正常来讲的话，修建驰道、长城这些呢是好事，但是呢，他们太急了，不应该把所有的事情在一个时期建好。你就像后期的隋炀帝，他也是一样，太急了。那作为当时秦王朝所有地区的老百姓来讲，我们经过了几百年的战乱，那是迫切需要停下来的。秦王朝没有，他们继续这些大规模的营建工程，这就导致了下面很不稳定。因为当时这种修建大规模的工程征集了很多徭役，那么很多老百姓呢是有去无回，这就导致后面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天下呢一呼百应，都起来反对秦王朝。你像东方六国反对于这个秦王朝，情有可原，毕竟是只是刚刚统一，还没有融合进去。而当时的秦帝国的大本营关中，可以这样说，当时的关中老秦人也开始反对秦王朝了。原因就是跟刚才说的一样，他们帮你嬴氏，就是秦始皇这个家族打了几百年的天下，而到了统一之后，我们没有享受到福利，而继续去劳役这些，谁也受不了。这就导致了后面刘邦进入关中之后，他根本就没遇到抵抗，就是因为老秦人算是已经放弃了你这个王朝了。刘邦呢，他当上皇帝之后，采取了分封制和郡县制并行，而秦始皇在建立大秦王朝之后，他采取的是郡县制，废除分封制，这就导致了跟随秦始皇打天下的那些武将啊，或者是出类拔萃、立下很多功劳的文臣，他们失望了，因为跟着你打天下，我肯定是为了我的家族延续，为了出人头地嘛。就像现在大家努力去工作，还不是为了让自己生活更好，为了家庭生活更好。而秦始皇呢，
他争夺天下之后，就废除了分封制，这就会导致手下那些文臣武将会想，我跟着你秦始皇打天下，结果天下打完了，胜利果实被你秦始皇一个人拿走了，而我们什么都没有，这就会使得下面那些将领可以说离心离德，文臣武将都是如此。因为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呢一直采取是军功制，我只要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我就可以封侯拜相，家族呢就可以延续下来，有自己的封地。而秦始皇把这个废除了，这就导致这些大臣不干。秦始皇当时打天下的时候，文臣武将那么多，统一天下短短了10年时间。胡亥登基之后，他进行残暴统治，他没有采取分封制，或者说没有改变秦始皇的那个政策，这就使得大秦的那些权贵贵族基本上就放弃了。从陈胜吴广起义之后，我们发现秦统一天下那些将领都消失不见了，就完全没有插手这个战役，只是一个章邯带着骊山囚徒四处征战，连军队都没有，就没人跟你玩了。还有一点呢，是秦始皇他没有立太子，没有好的继承人。如果当时他能够提早确定继承人，大秦帝国可能会亡，但是没有那么快。很多人可能会讲，就是扶苏如果扶苏继承皇帝位，秦帝国可能不会亡。其实可以这样说吧，如果扶苏当上皇帝，很有可能呢能够挽救一下秦帝国，毕竟他手下有蒙恬的30万大军。但实际来讲的话，希望也不大，除非呢扶苏重新采取那种分封制，把那个利益拿出来和秦帝国关中的那些贵族分享，那才有可能挽救一下大秦帝国。但是总体来说希望也不是太大，因为当时矛盾太激烈了，秦始皇能压住，那其他人真的不一定拉得住。还有一点是，秦始皇灭掉东方六国之后，并没有把以前那些东方六国的贵族全部杀掉，而是迁移到咸阳，这样就导致那些贵族和以前的地方联系很大。秦始皇去世之后，他们就立马煽动以前的那些人反秦。还有就是胡亥和赵高2个人的残暴统治胡搞，这样的话就导致秦王朝快速的崩塌。如果他们能够好好治理，灭亡的时间可能会晚一点，但是他们2个人起到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那这些就是秦帝国快速灭亡的原因。当然了，还有一些原因可能没有讲到，我们只是讲一些我们知道的。刘邦这个人呢，他就吸取了秦王朝的教训，并且呢加以改良。他这个人呢也能够听得进谏议。当时呢他进入关中之后，和当时的关中士绅老百姓约法3章，这样就导致他能够迅速的收拢民心。后面呢他登基称帝之后，采取了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的方式。刘邦当时肯定也知道郡县制是一个好的方式因为他能够集中中央权力嘛。但是呢刘邦也看到郡县制在当时呢并不是完全行得通，于是呢他就采取2种方式并行。刘邦当时呢就在关中采取郡县制，而在以前的东方六国的土地上，大部分的地方采取分封制，就是把他的那个子孙后代分封到全国各个地方来帮他镇守刘家天下。当时那个时候还是属于家天下就等于是这个天下是刘家的，并且呢天下人都认同，并且呢定下非刘姓者称王，天下共击之。你想山东当时齐鲁大地嘛，分封了好几个诸侯王，特别是有一个鲁王。过几天呢我们去看一下鲁王的那个墓
那么为什么刘邦会采取这个分封制和郡县制呢？肯定也是一开始也想用郡县制的，但是他看到秦王朝采取了郡县制，短短的几年时间就灭亡了，他可能当时就会想到啊，郡县制好，但是当秦王朝嬴姓家族的江山受到威胁，没有人帮忙，那么刘邦呢，他就看到这种形势，他说我现在是打下天下，那后面万一我刘家的天下遭受到危险的时候，我分封了全国各个地的刘姓子孙呢，肯定会过来帮忙。我们常说的清君侧一样的。那不管是刘家哪一个人当上皇帝，反正我是他们的祖宗，都会来祭拜我，都会来祭祀我，我就不用担心。只要天下是在刘家，不管是我哪个子孙后代都可以。你像后面刘邦死了之后，吕家掌权，吕雉死后，陈平和周勃就发动政变，把吕家的那些人杀光，重新扶持了汉文帝登基，这就是原因嘛。还有一点呢，刘邦呢也要照顾他的手下嘛，毕竟像张良、陈平、周勃这些人跟随你刘邦打天下，你老大得了天下，你吃了我们总要喝一口汤嘛。那刘邦呢就把他手下那些人封侯，但当时封侯是有土地的，那这样的话就使得他手下那些人稳定下来，继续愿意跟随着你嘛。你如果说像秦始皇一样把他打天下的那些人算是踢开了，那刘邦如果学着他要天下肯定坐不稳的。分封制也有害处啊，刘邦看到了，秦始皇也看到了。你像汉王朝后面爆发了个七王之乱，不过呢，刘邦的想法就是七王之乱也好，八王之乱也好，只要是刘姓的人坐稳天下，他就不用害怕。确实是如此啊。刘邦呢，还有一个呢是吸取了秦王朝那种严刑峻法的方式，相对来说宽松。刘邦建立大汉王朝之后，采取了休养生息的制度，采取无为而治，就是任其自由发展。当时呢，不要去过多的干预，这就使得汉王朝的实力国力快速的恢复啊。特别是到了后面另外一个皇帝汉文帝，更是如此。这样国力强大，才使得汉武帝那个时候能够反击匈奴，攻打匈奴。这是刘邦吸取了秦王朝的教训。还有一点，刘邦啊打破了一个记录，就是在他之前，那些君主、天子这一类的，都是在贵族之间流传，平民基本上没有希望。而刘邦打破了记录，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帝。可能很多人会说他当时是一个亭长，其实确切来讲，刘邦那个亭长呢，不是属于大秦帝国的公务员系统，他可能就是相当于临时工一样的。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就是从他开始，平民或者一般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也有可能争夺上皇帝。后面确实是有啊。总结起来就是：第一，打破了平民能够成为皇帝；第二呢，就是使大统一深入到人心；第三呢，这种分封制和郡县制并行的方式，从他之后基本上是贯穿了整个封建王朝。从而说，刘邦在这里登基称帝，建立汉王朝，对中国历史影响是非常大的。他的政治水平也是相当高的。刘邦能够击败项羽，问鼎天下，就是因为他善于用人，会用人，对待失败毫不气馁，屡败屡战，最后一战定乾坤，问鼎天下，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物。那这个遗址我们就看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